天气异常炎热，魏无羡像一块牛皮糖一样紧紧贴在净室的地板上。幸好由于韩光俊生性爱洁，净室连地板的干净程度也堪比床榻，这才放任魏无羡到处贴来贴去。魏无羡专挑冰冰凉凉的地方，简直要把整个屋子都贴了个遍。不过让他苦恼的是，他贴过的地方不过瞬间就变得和他的体温一样了，这迫使他不停地换地方贴。净室门吱呀一声轻响，魏无羡正有气无力地贴在地板上，一听动静知道某人回来了，也不顾此人刚被太阳晒得正烫的身体，咻地蹦起来就扑过去贴到了他的身上。蓝湛，你再回来晚一点就见不到你夫君我了，我要化成水了。魏无羡扁着嘴在蓝忘机身上蹭了蹭。怎么感觉比地板还舒服点呢？蓝忘机身上挂着魏无羡，淡定的一手托着他的臀，一边走到椅子边。蓝忘机带着牛皮糖坐了下来，喝了口茶。韩光俊，寻个凉快去处，带我去玩吧，好不好吗？今日暑气重，莫要出门，当心中暑。你也闷了半天了，跟哥哥一起出去快活快活。二哥哥，求求你了。魏无羡坚持不懈地在蓝忘机的肩膀上蹭来蹭去，说完还捧着蓝忘机的脸连亲10几下。蓝忘机努力把上扬的嘴角压了下来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开口道：34里外有一片莲塘。哇，二哥哥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天气实在太过闷热，魏无羡死活不愿意走路，并且理直气壮道：能飞干嘛要走？上次回莲花坞你不是飞得快得很吗？蓝忘机无语，只好找个偏僻无人的角落带他落下，以免惊了普通百姓。未至莲塘附近，一阵清风就扑面而来，携裹着淡淡的荷叶清香。魏无羡抬眼望去，几十亩的莲塘已被层层叠叠的荷叶铺了个七七八八，偶有水鸟掠过水面，带起一阵涟漪，泛着清波晃动起织经，连带着荷叶上的露珠都四处滚动。好一个避暑胜地！魏无羡赞叹一声，立刻拉着蓝忘机的手，雀跃地向停泊着小船的地方奔去。蓝忘机平日里只会正常走路，从未孩子似的跑过，结果现在被魏无羡拉着，不得不跟着他小小的跑了起来。魏无羡一边跑一边回身高声对蓝忘机喊道：蓝湛，你是如何知道这么好的地方的？怎么不早点带我来？蓝忘机有些不好意思，一边被他拉得跌跌撞撞的，一边假装淡定道：听人提起过。魏无羡并没有过多想法，直到蓝忘机记性也忒好了点，人家随口一说，他居然连路线都记这么清楚。眨眼就到了停泊小船的地方，魏无羡停了下来，喘了口气，对正在船上补衣的采莲女喊道：姐姐，这么热的天气，这莲塘可否容我们进去避个暑？听闻这清朗的喊声，白发微生的采莲女便回转了身子看向他们二人。魏无羡本以为他这般活泼的人定会首先引得采莲女的注意，可那女子却先是咦了一声，便对蓝忘机喊道：这位公子好生面熟，可是来过莲塘？魏无羡被忽视也不郁闷，心道：这采莲女怎么搭个讪如此直接，也不想好了再说。谁知蓝忘机的手指却微微一拳，这一下就被仍拉着他手的魏无羡发现了不对劲。蓝忘机冲那采莲女点点头，道了声是。见他没有多说的意思，采莲女便也爽快道：二位公子想进莲塘玩，你们来的有些早，5月里既无荷花也无莲子，不过乘凉还是好的，这条船先借你们用吧。魏无羡笑道：多谢，以后多的是机会，对吧蓝湛？说罢侧手冲蓝忘机俏皮地眨了下左眼。蓝忘机看他一眼，坐上小船，魏无羡自然不会让蓝忘机划船，因此上来就从他手里夺过了长篙，只轻轻一撑，小船便破开了荷叶阵，向荷塘深处滑进。荷塘里面同外头的感觉又不一样，站在岸上只感觉有清风扑面，进了塘里，风便从四面八方而来，走到哪里都是清爽。魏无羡精神大大的一振，干脆丢掉了长篙，仰面躺在船上，顺手拉过一片荷叶，侧手将自己的脸向里面埋了埋，蹭了蹭，上面本在滚动的露珠便顺着他的脸一路淌了下去，直到隐没于深深的领口之内。
蓝忘机见他自从进了荷塘便不再理他，有些不知所措，想了想，终是首先开口道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假装没听到，蓝忘机无奈，又稍稍提高声调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翻了个身，放开刚刚那片荷叶。蓝忘机以为他终于要理自己了，刚想开口，谁知他又换了个方向，重新拽过一片荷叶，又把脸埋了进去。蓝忘机不作声，也学他找了片荷叶，把脸盖上。魏无羡就等着他喊第3声之后噎他一句呢，结果半晌等不来，便有些不耐地松了手，让荷叶晃了2晃，回到原来的地方。他悄悄挪到蓝忘机身侧，一个翻身翻到了他身上。蓝忘机淡淡道：“何事？”魏无羡无辜地眨眨眼：“无事，看你好看，想看看你的脸。”蓝忘机扭头：“无聊。”魏无羡轻笑一声：“我无聊。”在他身上蹭了蹭，又轻笑一声：“听人提起过而已。”蓝忘机的耳垂微微泛红，猛地翻身把他压在身下，带得整条船都狠狠晃动了一下，像是要翻，却又慢慢稳了下来。蓝忘机心念微动：“在船上坐，更。”魏无羡一愣，随即说道：“你不要转移话题，你要是不说清楚，连亲都不给亲的。”蓝忘机立刻垂手，狠狠地吻住了他的唇。因着在莲塘里吹了好一会的清风，又蹭了半天的荷叶，蓝忘机的唇有些凉，在这样的天气里却浸润了魏无羡正燥热的心。二人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上吻得难舍难分，魏无羡不愿轻易放过这难得的一抹清凉，紧搂着蓝忘机的脖子不让他走，还不断伸出软舌去舔蓝忘机的唇。半晌，魏无羡有些喘气不匀，蓝忘机轻轻咬了一下他的下唇，才放开了他。蓝忘机看着他气喘吁吁的样子，费了好大劲制止自己更进一步的动作，转而道：“你不在云深不知处听学后，我来过这里摘莲蓬。”魏无羡渐渐不再喘了，问道：“你们蓝家还缺莲蓬吃？”蓝忘机看他一眼，顿了顿道：“不缺，只是你说带筋的比不带筋的好吃。”见蓝忘机说了一半不再说了，魏无羡也不是爱多问的人，便也不再开口。两人都平躺在小船上，所幸船也不是特别小，也不怕翻了。一只水鸟落在两人脚边的船头，叽叽咕咕地叫了2声。岸边采莲女正高声与人谈论着什么。魏无羡换了个手臂枕着，2条腿翘在蓝忘机身上，一开口便是满满的笑意：“怎么刚刚不继续？不想在船上试试？”蓝忘机侧手看着他：“以后还有很多机会。”魏无羡又轻笑一声：“是啊，还有很多机会。”此时此景，不如享受点别的，比如清凉的微风，比如清凉的荷叶，比如清凉的鸟鸣，比如清凉的你。